当宇宙开始回应你最真实的渴望，我想你一定会先在日常里察觉到一些几乎不被注意的微光，它可能是一句突然闯入你耳朵的话，一个让你莫名心安的巧合，或是一种你说不上来却无法忽略的感觉，像是世界忽然偷偷朝你眨了一下眼，提醒你有什么正在靠近，有什么正在成型，而你终于被看见了。你会开始发现那些你曾经以为需要拼命争取的东西，那些你觉得只会在别人生命里发生的好事，竟然在你没有用力的时候慢慢靠近，仿佛宇宙早就记得你曾悄悄许下的愿望，只是在等你愿意相信自己值得。你可能会有一瞬间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是不是只是巧合，是不是只是心里偷偷期待才让世界看起来变得不一样，但你越是观察，越是感受到有什么悄悄改变了，不是世界，是你。你的眼睛变得更柔和，你的心开始不再紧绷，你以为的退让其实是敞开，你以为的等待其实是对齐，而你以为的偶然其实都是你静静发出的能量再回到你身边。当宇宙开始回应，最明显的不是外在的礼物，而是内在的沉稳。你突然能在混乱中感觉到某种难以形容的安定，好像终于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往前走，有一股比你更大的力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替你转动齿轮，而你需要做的只是不再怀疑。你会开始慢慢明白，过去那些看似没有结果的努力，那些你以为白白失去的时间，那一些你曾在枕边咬着牙不声不响的委屈，其实都不是浪费，他们帮你把心磨得更清澈，把信念磨得更坚定，让你有能力接住现在正在靠近的东西。宇宙回应你的方式从来不是直接把结果塞进你手里，而是先让你看见你已经准备好了。你会开始更懂得温柔地对待自己，因为你终于发现那些你追逐的并不是外在的任何人事物，而是正在成熟的你自己。你开始愿意相信自己有力量、有价值、有资格让愿望成为现实。你愿意不再缩小，不再委屈，不再害怕。那种转变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往往是在某一个看似普通的午后，在你静下来喝一口水，看一朵云，听一首歌的瞬间，忽然理解了什么，忽然不再慌张，忽然觉得原来生命没有要跟你作对，它只是等你回来。当宇宙开始回应你最真实的渴望，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急着抓住谁，不再勉强留住什么，因为你知道真正属于你的不可能错过你。你也会开始察觉，那些离开的，那些停滞的，那些无法前进的，其实都是宇宙在替你清空空间。他知道你的心不够放得下新的，所以先替你把旧的温柔地移开，让你看似失去，却其实在获得。你会开始更清晰地听见内心的声音，它不像以前那样颤抖或害怕，而是沉稳，像是一种你终于认出的频率，那是你一直以来真正的自己在呼唤你。你也会开始对生活抱有新的信任，你不再需要用力控制，不再需要急着证明，不再需要向谁解释你的选择，因为你知道宇宙正在替你说话，正在替你牵动那些你以为不可能的路径。你会发现你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变得轻盈了，你不再用怀疑看世界，而是以一种柔软的期待与世界相遇。你会开始频繁地感觉到，好像有什么更好的正在路上。而你不再害怕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妄想，这是你能量的证明。当宇宙开始回应你最真实的渴望，世界不会立刻改变，但你会，而当你改变，世界就再也无法维持原来的样子。你会变得更勇敢，更诚实，更柔软，更像你自己。你会发现愿望不是靠追，是靠对齐；幸福不是靠抓，是靠允许；奇迹不是靠祈求，是靠变成那个配得的人。而宇宙最爱的永远是那个愿意回到自己，愿意相信爱，愿意相信值得的你。当你愿意，宇宙就愿意；当你敞开，宇宙就靠近；当你真实，宇宙就回应。而这一切的开始，只是因为你终于不再逃避自己的渴望，你终于承认你想要的其实是值得拥有的。从那一刻起，宇宙就开始朝你走来。当你开始和宇宙同频，美好便会按时抵达，你会先在心里听见一种比语言更安静的声音，它没有命令，没有催促，没有任何你必须达到的目标，它只是悄悄地提醒你，你正在回到原本就属于你的位置。
那是一种很深的感觉，不喧哗不张扬，却真实到足以撼动你每天的呼吸，仿佛世界的背景音突然变得顺耳，仿佛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原本应该站的轨道，仿佛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替你把生活调整到更柔和的节奏。当你开始和宇宙同频，你会明显感觉到那些曾让你焦虑的事情不再像以前那么沉重，你不再因为谁一句话就被动摇，不再因为一个突发状况就觉得世界要塌了，你的心开始变得稳，你的步伐开始变得轻，你不再勉强，不再硬撑，你只是自然地往前走，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踏实。你会发现同步并不是要你成为某种更好的人，而是让你回到本来就很完整的自己，你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刻意阳光，你不需要假装平静，你只需要诚实的存在，心就会自己亮起来。当你的频率开始上升，生活里最先改变的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你看待事件的角度。曾经让你感到疲惫的人突然变得可理解，曾经觉得无力的事情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入口，甚至那些曾让你反复陷落的情绪在此刻竟变得温柔，仿佛宇宙在对你说，你辛苦了，现在可以换我接手了。你会发现一些奇怪但很温暖的巧合开始出现，你想的某个人突然传来讯息，你正在思考的事情刚好有人给你答案，你以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突然出现一条意想不到的路，你以为需要等很久的愿望慢慢有了颜色，有了轮廓，有了气味。美好不是突然掉下来的，而是被你允许靠近的，它不是因为你努力的足够，而是因为你不再抗拒。当你开始和宇宙同频，你会开始感觉到有些事是不用强求的，它会自然发生，自然来到你身边，像潮水，像风，像春天，你只要愿意相信它会来，它就会按时抵达。你不再恐惧延迟，因为你知道时间没有弄丢你，你不再怀疑自己，因为你知道宇宙从来没有遗忘你，你不再担心未来，因为你能感觉到未来正在一步一步向你靠近。同频不是你去抓住宇宙，而是宇宙终于可以靠近你。你会开始懂得每一次呼吸都在替你重新调整能量，每一次静下来都在让你与更高的自己连线，每一次选择温柔都在让你更接近命定的道路。你会开始明白，那些让你痛的不是事件，而是你没有站在和宇宙相同的节奏上，你越急世界越慢，你越慌世界越乱，你越抗拒宇宙越无法把美好送到你手里。直到你愿意停下来，愿意调整，愿意把注意力从匮乏转向丰盛，愿意把焦虑的如果换成温柔的也许，愿意把我要达成变成我愿意接住，那一刻你和宇宙的频率就开始对齐了。你会发现你的心变得更柔软，但不是脆弱，是一种带有力量的柔软，像是终于不需要戴上盔甲也能安全呼吸。你会开始珍惜慢下来的瞬间，因为那里总有你忽略已久的线索。你会开始热爱静默，因为那是宇宙说话最清晰的时刻。你会开始喜欢自己，因为你终于看见自己的光。而这些转变会像连锁反应一样，逐一在你的生活里展开。你会遇见对的人，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进入你的生命。你会得到你以为不可能的机会，在你最准备好的时刻落在你面前。你会开始做出更勇敢的选择，而宇宙也会在你每一步的后方替你铺上柔软的道路。你会发现心灵变稳时，命运就变得更柔顺。你会发现能量变亮时，世界就变得更愿意回应。你会发现自己越诚实，宇宙越精准。而你会突然明白，美好不是终于来了，而是终于进得来。因为你不再怀疑，不再逃避，不再害怕，不再缩小，不再隐藏自己的渴望。你开始选择相信，选择敞开，选择值得，选择让生命流向你，选择让宇宙靠近你。而宇宙向来就是这样，你相信多少，它就靠近多少；你允许多少，它就呈现多少；你愿意多真，它就愿意多亮。当你开始和宇宙同频，美好便会按时抵达，它不会提早，也不会延迟，它会在你最能接住的那一刻，用最温柔的方式落在你的心里。那一刻你会知道，你从来没有被放下，从来没有被忽略，从来没有被遗忘，只是以前的你还没准备好，而现在的你终于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让愿望成真，你准备好了接住幸福，你准备好了与宇宙同行，你准备好了活成你一直渴望的样子。
而宇宙也准备好把一切交给你了。当我停止和命运对抗，丰盛开始站在我这边，那不是一夕之间的改变，也不是什么巨大的事件突然把我推向更好的地方，而是一种悄悄的觉醒，像是在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都在和看不见的力量拔河，拔得又累又痛，却从来没想过绳子的另一端其实是宇宙正在努力带我走向更好的地方。我开始看见很多我以为是命运阻碍的事情，其实是生命在提醒我走错方向了，我抓得太紧了，我害怕得太用力了，我太想照着自己的剧本生活，以至于忘了世界不是我的敌人，它只是比我更清楚我该往哪里走。过去的我总是焦急，想加速每一段旅程，想把所有的不确定都掐死在萌芽前，想要用理性压住恐惧，想要用努力换取安全感。我拼命，我抗拒，我紧张的像是随时会掉下悬崖，却从来没有察觉，真正让我滑落的并不是命运，而是我自己对命运的僵硬反抗。直到我累到某一天，我突然不想再强撑，不想再强求，不想再逼自己把每一件事情变成应该。那种疲倦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层的清醒，像是心底突然有人轻声说，你可以放下了，你不需要再打这场没有意义的仗。当我真的放下那一口气，我发现世界并没有趁机攻击我，反而开始温柔起来。那些原本让我焦虑的事突然变得没那么深刻，那些我曾苦恼的选择突然变得不那么复杂，那些我以为会拖着我往后走的困境竟然开始慢慢移开，就像是命运一直在等我不再用恐惧看它，等我愿意让它牵着我走。我以为屈服是软弱，可直到我停止对抗，我才明白那不是屈服，那是信任，是对生命的信任，也是对自己的信任。我开始理解，命运不是要我输，是要我停下冲动，停下固执，停下那些我以为能保护我，其实只会困住我的执念。停下来，我才有机会真正看清我到底想去哪里，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为什么害怕，我到底在逃什么。而也就在那个停顿的当下，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一股力量不是来推倒我，而是来拖住我。那股力量很轻轻的，让我以为是幻觉，但也因为它够轻，我才能分辨出那不是压迫，不是强迫，不是命令，而是一种温柔的引导。它告诉我，你不需要再靠对抗证明自己，你只需要靠选择成为自己。当我停止和命运对抗，我才发现很多我以为一定要靠努力才能得到的事情，其实只要我对齐了，它们就会自己走向我。我不必追，不必抢，不必死守不放。当我放下那份紧绷的执着，丰盛竟然开始悄悄站在我这边。原来丰盛一直都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一种状态，是一种能量，是一种理解，是一种愿意。愿意接受生活给的讯息，愿意承认一些路已经走到终点，愿意放下那些让我害怕的喘不过气的执念，愿意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愿意相信宇宙不是敌人。丰盛不是突然到的，而是当我停止阻挡，它终于能靠近。我开始明白，那些在我硬撑时看不到的机会，其实是因为我把所有门都锁得太紧。那些我努力追求却得不到的人与事，其实是因为宇宙在保护我不走错方向。那些我以为命运在刁难我的日子，其实是宇宙要我停下来修补自己。当我停止和命运对抗，我发现一件很美的事情，命运也停止对我绷紧。它开始变得柔软，开始变得明亮，开始变得像一条温柔的河，带着我去到更宽阔的地方。那些原本看起来无解的问题，开始在我不注意的地方悄悄松动，悄悄转弯，悄悄变得有答案。生活不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合作。我不再害怕未知，因为我知道未知里藏着礼物。我不再害怕转弯，因为我知道每一次转弯都离光更近。我不再害怕失去，因为我知道离开的腾出空间是给更好的事物进来。我开始觉得世界变得友善，但其实不是世界变了，是我不再用敌意看世界。我开始觉得命运愿意帮我，但其实不是命运突然变好，是我不再推开它。而当我放下和命运对抗的武器，我终于能用双手去接住以前接不住的东西，机会、爱、平静、支持、方向、答案，甚至是我曾以为和我无缘的幸福。丰盛不是外在的增加，是内在的打开。当我卸下对命运的防备，丰盛便开始站在我这边，站得稳，站得真，站得无条件。
那一刻，我明白命运并不是要我输，它只是想让我赢得更踏实、更真诚、更接近自己的样子。而丰盛也不是命运的奖赏，而是我终于学会信任以后自然会吸引来的回应。当我不再对抗，我终于被拥抱，而生命也在那一刻开始向我敞开。当你越能与宇宙同步，美好就越清晰。你会先从一些微弱却真实的感觉开始察觉，仿佛空气变得轻了，仿佛你心底那个一直忙着担心的声音安静了，仿佛世界的杂讯突然被调成一种你听得懂的频率。那不是戏剧性的瞬间，不是雷声大作，不是什么神秘的启示，而是一种温柔的靠近，像宇宙终于在你耳边轻轻对你说，你准备好了。同步不是改变世界，而是世界开始懂你的语言，是你不再用恐惧翻译生活，不再用匮乏解读未来，不再用过去的伤口预测命运。你的能量慢慢变亮，你的心慢慢变清晰，你的步伐慢慢变稳定，而美好便在这些细微的晃动里逐渐浮出轮廓。你会发现，曾经看起来混乱的事突然有了一个方向，曾经不懂的问题在静下来后找到了答案，曾经不愿面对的感觉也开始以更柔软的方式回到你身边。宇宙的同步感常常不在高潮，而在安静；不在热闹，而在平和；不在剧烈的变动，而在你终于和自己站在同一边的那一刻。当你越能与宇宙同步，你会开始看见你以前看不见的美好，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你曾被怀疑遮住了视线，曾被急躁挡住了心门，曾被害怕限制了能量。你会开始懂得，美好不是要你追，而是要你对齐；不是要你抓住，而是要你打开；不是要你努力过头，而是要你相信的刚刚好。你会突然发现一些事情变得容易，不是因为它变简单，而是你不再用力错的地方，你不再想着我该怎么控制它，而是慢慢学会说我准备好迎接它了。那一句话从紧绷的意念变成柔软的允许，从匮乏的祈求变成稳定的接收，从害怕失去变成相信值得，而宇宙最能接受的就是这种能量。你会开始在生活里发现一些刚好遇见需要的讯息，刚好有人替你推开一扇门，刚好出现一个想法解开你的困惑，刚好有个机会落在你最愿意接住的时候。那些刚好不是巧合，是同步，是你终于站在宇宙能伸手牵到你的那个位置。美好会变得清晰，就像雾散开，就像天空亮起，就像你终于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你会开始更容易相信你所渴望的并不是遥不可及，你会开始更自然地期待生活会给你更多理由去相信它，你会开始更勇敢地往前走，因为你知道光会在你踏出去以后亮起。宇宙不会强迫你，不会推着你走，不会把你从怀疑里拉出去，它只会在你愿意的那一刻，在你选择相信的那一瞬，在你终于愿意和自己和解的那个呼吸，把你一直渴望的方向用最清晰的方式展现在你眼前。同步不是奇迹，同步是你本来就该有的生命状态，是你终于停止与自己对立，停止与能量扭曲，停止和世界拔河，你变得透明，变得真实，变得愿意，而宇宙最懂的就是这种透明的愿意。当你越能与宇宙同步，你会越能理解自己的心，你会越能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方向，你会越能分辨哪些事情是为了你，哪些只是暂时的诱惑，你会越能感受到世界正在替你铺路。你会开始感觉到一种从内而外的平静，那不是没有挑战，而是再也不需要用恐惧面对挑战。你会开始感受到力量，那不是霸气，而是一种你知道自己不会被丢下的踏实。你会开始感到轻盈，那不是逃避，而是你不再背负那些不属于你的重量。生活会变得不同，不是因为它变好了，而是你变得更能看见好。美好不是被创造的美好，一直都在，你只是终于看得见它了。而当你的能量真正和宇宙同步，你会发现美好从来不是未来的某一天，而是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敲你的门，只是你现在终于能听见那声音。你开始感觉到你的道路发亮，你开始感觉到你的心被支持，你开始感觉到你的愿望变得可能，你开始感觉到你正在被牵着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当你越能与宇宙同步，美好就越清晰，越靠近，越真实，越像是早已注定，只是等你准备好，等你愿意，等你成为那个能看见它的人。而现在你正在成为那个人。
当我不再害怕失去，世界开始把更多给我，那是一种连我自己都没有预料过的转变，不像某一个瞬间突然豁然开朗，也不像一场剧烈的意识震荡，更像是一口深沉的长叹。我终于放下了，终于松手，终于不再紧握着那些我曾以为一旦松开就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害怕失去才是真正让我失去的原因。因为害怕，我急着抓住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每一份可能。因为害怕，我把好事扯得太紧，把坏事看得太大，把自己困在不安里，不敢动，不敢放，不敢呼吸。我以为抓紧能给我安心，但我不知道的是，抓得越紧越像从水里捧水，抓到的都是流失，剩下的都是空。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疲累到我甚至无法再多用一分力量去守着什么。那种累不是逃避，而是心终于承认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样抓住不是爱，这样紧张不是安全，这样不放不是力量。于是我开始慢慢地松开指尖，不是放弃，而是放过自己。当我不再害怕失去，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原来没有要伤害我，世界其实只是等我相信它。有些人离开了，但我发现不是损失，而是空间；有些机会错过了，但我发现不是失败，而是方向调整；有些期待落空了，但我发现不是不被爱，而是生命要我看懂。有些等待值得，有些等待不必。当我不再害怕失去，我才真正明白，那些曾让我害怕失去的，其实从来就不是属于我的全部，也不是世界能给我的极限。那些只是我当时的视野，当时的能量，当时的版本。而当我愿意放开，愿意让自己的手空下，愿意承认自己也需要重新呼吸，世界便开始慢慢把新的东西放进来。不是大张旗鼓，不是立刻摆在我面前，而是以一种很安静却让人无法忽略的方式靠近。我开始遇见一些人，他们的出现让我觉得舒服，不必讨好，不必小心翼翼，不必害怕自己某个不完美的样子会被拒绝。我开始接到一些邀请，不是因为我硬追来的，而是我走在自己的节奏上，他们自然找到了我。我开始获得一些答案，那些答案不是努力挣扎来的，而是在我停止恐惧后，心灵自动打开的。我以为世界变好了，其实不是，是我变得能够看见了，是我终于停止把恐惧放在眼前，终于让生命有空间靠近我。当我不再害怕失去，我开始看懂失去的本质，并不是空掉，而是腾出；不是收回，而是洗牌；不是惩罚，而是调整位置。我开始慢慢地相信，世界不是只会拿走，世界其实也会给，世界甚至比我想象中更愿意给，只是它不能在我紧闭的双手里塞入任何东西。我越不害怕世界，就越不急着勉强我；我越能放下世界，就越能放过我；我越能坦然世界，就越能温柔。这种转变让我突然理解，原来失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一种必要的转弯，是提醒，是校准，是生命在说，这里不是你的方向，你值得更好的，请别害怕离开不适合你的地方。我也开始慢慢明白，人真正害怕的不是失去本身，而是失去之后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新的，那种匮乏缠着我很多年，直到我松手，它才松开。当我不再害怕失去，我看懂了自己的价值，看懂了自己的能力，看懂了自己的需要，看懂了那些我曾经以为不能没有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重要。而就在这样的清醒里，世界开始把更多的东西给我，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支持，更多的爱，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风光，更多的稳定，更多我曾以为不配拥有的未来。不是因为我更努力，而是因为我不再紧抓不放。我的能量打开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路打开了，我整个人都打开了。而宇宙最喜欢的就是敞开的人，因为敞开的人才能接住。我终于明白，原来世界不是藏着美好不给我，原来世界只是要我先放心，放心爱，放心相信，放心前进，放心眼前会变好，放心未知会靠近，放心自己值得被好的事物填满。而只要我愿意放开那份害怕，愿意相信自己不会因为失去而变得更少，世界便会用它所有的方式让我知道我一直都可以拥有更多。当我不再害怕失去，我反而得到了从未想过的丰盛。不是一种，不是两种，而是一种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的更多。
因为世界终于能靠近我，而我也终于不再推开世界。当我停下来理解命运，他也开始对我说真话。这句话在我心里停留了很久，久到我终于愿意承认，原来我过去不是听不见命运，而是我从未真正安静过。我总是在奔跑，在追赶，在害怕落后，在努力想让生命照着我的剧本演。我以为那叫上进，那叫清醒，那叫掌握人生，但其实那只是我太害怕不确定，太害怕被世界抛下，太害怕命运不站在我这边。我一直忙着说，忙着解释，忙着担心，忙着反抗，忙着预测，忙着想象所有可能的坏结局，忙到根本没有空间去听命运真正想带我去哪里。直到有一天我累了，累得不像是身体的疲倦，而是心灵那种被拉扯到极限后的松脱。我忽然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控制，什么都不想逼自己。那个瞬间很静，静到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命运第一次有机会对我说话，因为我终于停下来了。那一刻，我感觉到一种很深的真相：命运不是敌人，不是阻碍，不是我必须智取或击败的对手。命运其实像是一条河，而我过去一直在逆流，一直在企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写方向，却忘了我之所以疲倦，不是因为命运艰难，而是因为我一直在用错的方法前进。当我停下来，我开始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细节，那些我曾经以为是混乱的讯号，那些我以为是不公平的安排，那些我以为毫无意义的绕远路，其实都有他们的指向，都有他们的提醒，都有他们想带我避开的风险和想替我预留的未来。我只是走得太急，听不见罢了。当我终于给自己一点安静，一点空白，一点可以呼吸的缝隙，命运开始以最柔和、最不带压力的方式把真相慢慢地放在我手心。我开始理解，那些我以为的失败其实是命运替我关上的路，那条路如果硬走，也许会让我失去更多。我开始理解，那些我以为的不顺其实不是阻挡，而是保护，是命运在说，这里不是你的方向，这里会让你折损，请往下一条路走。我开始理解，那些我曾经苦苦抓着不放的人，其实只是我还不敢承认自己的害怕。他们的离开并不是命运夺走我什么，而是命运在替我清空空间，让适合我的靠近。当我愿意停下来，我才发现命运并没有要我承受所有的重量，只是我过去太倔强，太急着证明自己能扛，太习惯用努力覆盖恐惧，太害怕承认我也需要指引，也需要帮助，也需要被带领。命运开始对我说真话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在一条新的能量轨道上，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清明，不是更强大，而是更柔软，不是更会控制，而是更能信任。我开始看懂自己真正的渴望，那些曾经被生活压住的部分，那些被恐惧折叠起来的需要，那些被成长压抑后遗忘的情绪，都像是在我安静下来后获得了重生的空气。命运没有责怪我过去的抵抗，它只是慢慢地告诉我，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走得轻一些，柔一些，顺一些。如果你能听，我会让你知道，你不必再和我打架，你不必再以为一切都必须靠你自己。而当我开始这样听，很多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世界变得不再那么急，日子变得不再那么硬，事情变得不再那么卡住，我不再一直撞墙，我不再一直觉得自己走错路，因为命运正在牵着我，我能感觉方向开始明朗，选择开始简单，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都有了串起来的意义。我终于懂得，命运不是让我臣服，而是让我理解我该绕的弯，理解我该停的步，理解我该放下的人，理解我该相信的自己，理解那些看似混乱的安排其实都在替我铺向更稳的道路。当我停下来理解命运，我才第一次觉得，原来我从来没有被放着不管，原来我一直被带着走，只是我动得太快，心太潮，所以听不见。而当我终于听见，我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一个不再慌张，不再需要对抗，不再需要紧握，不再害怕失败的自己，一个愿意相信，愿意等待，愿意与生命合作，愿意让命运牵引的自己。在这样的自己里，我找到了新的力量，不是硬撑的力量，不是焦虑的力量，不是逃避的力量，而是一种更深、更稳、更柔，也更清晰的力量。命运开始对我说真话后，美好的路径变得明显，我不再迷路，因为每一次摇摆都有指引，每一次不安都有答案，每一次停下都有理由，每一次继续都有力量。
原来理解命运不是要我放弃自我，而是让我回到最真实的自我，让我看见我其实可以用更柔软、更智慧、更被支持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命运也在我准备好聆听的那一刻，终于愿意说出他一直想对我说的真话。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